来吧，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。今天你跟我之间只有一个人能站着走出去。一人演武大会，天师角逐，张灵玉对张楚岚。天地玄宗，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浩劫，正是通途。一起化身。很好，张楚岚，短短1个月就能勉强接下我的金光咒，尤其是你的身法，跟之前的笨拙相比，简直判若两人。很好，你的确很有天赋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的雷法有多少进步吧。阴武雷法，掌心雷；阳武雷法，掌心雷。短短时间就有如此提升，难怪师傅这么看重你。果然，我还是更喜欢阳武的堂堂正正。五雷正法名为五雷，实为五行。纯阳主火，成心气；阳中之少阴主金，成肺气；纯阴主水，成肾气；阴中少阳主木，成肝气。五气攒聚为一，所行之法便称为五雷正法。未破身之人，阳气足满，所以必是心火领金肺之气，率先生发，便是阳五雷。而破身之人，元阳已漏，故以肾水领肝木之气为尊，让阴气率先生发，叫做阴五雷。阴阳五气各有强弱，修炼必须以一方为尊。师兄啊，这灵玉还是纠结于阳武雷吗？这孩子在人间施展雷法，从来就这一手掌心雷，他始终迈不过这道坎儿。即使面对强手，也冒险以掌心雷胜之。可惜啊，这掌心雷就是阳武雷的招式，不管再怎么想往阳的光明正大，阴就是阴。厚重浑浊，却又奇诡多变，行将起来如同水云泻地，无孔不入。这才是阴武雷的真面目啊！所以阴武雷又称为水脏雷。这是雷吗？又黏又压抑，明明很危险，但又让人很好奇。灵玉在大庭广众面前施展雷法，不好受吧？不管什么原因，这就是现在的你，接受的，接受现在的自己，
即使你变成一头猪，也要坦然地接受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到了这一步，没有人能帮他。张楚岚，这就是阴雷水骚，七骨乍髓，灼心消滞。若不是用远高于我的修为硬扛，一般的防御能抵消它的，只有你的阳雷、将弓。我变强了，才更能感受到你的强大。老实说，来龙虎山之前，我都没有想过能混进决赛，再次跟你交手。你很强，诸葛青很强，王野道长也很强。太极阳手，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突破自己，我没有办法阻止你们这些人变强，但我会尽可能去接近那份纯粹。有人告诉我，要想打败你们，就不能把你们当作对手。我的对手是那个超越了极限的自己。张楚岚，你今天很不一样，很好。原来你只有被逼到绝路时，才会露出本来面目。灵玉真人，接下来我要用的这招，是我新发明的，效果还不太稳定，只有5分钟。足够了，我一定会在5分钟之内解决你。有劳了。把掌心雷打进自己体内，刺激经脉，非你想得出来的。是雷。湿沉、黏腻，简直就像要融掉我每一寸筋骨的感觉。阴武雷，水脏。我想起来了，爷爷早就提起过阴武雷的本性。楚岚，爷爷跟你说过的五脏对应的天干地支都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那我考考你，心肺对应的地支是什么呢？肾。不错，是肾。先人们呐，把心肺阳气比作成是一只火炼的猴子，这也是心元这个词儿的由来。心元还有一个称呼叫行者，先人们认为，经历的越多，心智就越坚，就越好锻炼心元。要想修炼到最圆满的程度，那必须要悟到一个空字。所以，心元的目标就是悟空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只小猴子啊，离悟空的境界还差得远呐。另外，心肺阳气还有一个冤家，叫肝肾阴气。
所谓五行配干支，肝肾对应水害。这阴气呢，就好比是泡在水里的一头猪，但它掌管着我们的七情六欲，比如馋嘴滑舌、贪淫好色等等。所以这头猪，它要修炼的话，就必须持戒，所谓八戒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欲望都一无是处。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所以，这头猪，它的修炼目标就叫悟能。孙悟空和猪八戒，哎，爷爷，您这不是在给我讲《西游记》吗？是啊，悟空和八戒他们俩阴阳不和，相互对立，但是注定只能有一个出来。所以你一定不要去惊动这头猪，否则渗水乱走，你所练的一切功夫，全都前功尽弃了。爷爷，您说我要是跟他们说这个《西游记》讲的是这些玩意儿，那老师和同学会不会把我当成疯子呀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阴雾雷，渗水之雷。爷爷，我今天见识到了。这家伙确实强了很多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我自欺欺人。明明已经破了元阳，练不了阳武雷，却不愿直面，还迁怒于你。我曾经讨厌你，也曾经嫉妒你。张楚岚，对不起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最糟糕的人是我。什么？这一脸禁欲的张道长，没想到还有过女人。这场比赛结束之后，估计有很多女孩都会心碎了。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！别墨迹了，刚刚从你的阴雷里逃出来，耗费了我不少力气，迅雷的状态也维持不了多久。不过最后还是要跟你说一句，你这货以后还是得圆滑点。不得不承认，有时候人不要脸，反而活得更轻松。不过张楚岚，我也要奉劝你，要再更端正一些。这就是张楚岚的真面目。这就是那个不要脸的。爸，您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他的伪装的？你们眼中的张楚岚怯懦卑鄙无耻，这正是他想让你们看到的部分。这样的他，不会让任何人有一些感。你看现在，人们已经忘记了他是细品源流的继承人。张楚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又该放弃什么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具备一些素质：隐忍、坚毅，甚至凶狠。你狂什么？凶狠，这跟他也太不搭边了吧？几个月前，张楚岚在伊人世界横空出世，我对他做了一番调查。哪儿都通早在张锡林死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张楚岚，而公司给的判断都是非艺人，都认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孩子。发现这里最可怕的地方了吗？张楚岚放弃了他爷爷传给他的手段，以普通人的身份隐忍了12年。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欺负和对待，他从来没有出手过，从来没暴露过自己真正的力量。10多年的隐忍，即便他秘密修行，那效率之低下也是可想而知的。现在懂了吧？你们这些同龄人，面对的是一个有着10多年空窗期的对手。
水脏，刘引雷，小白虫。 原来，这就是隐藏在我体内那股相反的力量吗？张楚岚，你察觉到了吗？两股力量相互抵抗，谁先抵抗不住，谁就会输。不过我已经到极限了，师说。 要不让晚辈一招？可以，你出手吧。好，那就最后一招。小白长虫。最后一招果然有点麻烦。就算你反应再快，这次也逃不掉了吧？没错，我的小白虫系列雷法确实是可以遥控的。 但遥控的时候是它速度最慢的时候，它的本来面目是可以牢牢锁定目标的追踪型雷法。我要干翻的是这苍穹！苍穹！小凤，今天叫你来，就是想问问，这居元潜将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神啊？我这不是上次喝高了，给您吹吹牛。少来，咱俩不是忘年交吗？你风正豪说话有没有谱？我清楚。哎，小凤，我就实话实说吧，我活不久了。 人死元神散，气化清风，肉化泥。这居元潜将是不是真能让元神不散，以欺灵的形式供养在使用者的体内？使用者还能继承元神生前的能力？的确，让您老见笑了。小星星啊，来来来，爷爷你叫我。嘿，爷爷问你啊。 你爸把那法子都交给你了吗？交了。那爷爷死了以后，你就继承爷爷这身医术，好不好啊？好啊。放肆！吼什么？别吓着了孩子。哎，我这孩子太放肆了，可您老刚才说的话，也是鲁莽。我怎么鲁莽？你们居住的元神痛不痛苦？那倒不会，除非有意折磨，那不就得了吗？ 可您老是我尊敬的前辈，我们封家不能像利用工具一样利用您。无法无法，身为命，元神为性。我这身臭皮囊已签字捐出去了。我死了以后啊，随他们去研究，能让后人善加利用，那对我这个行医一世的人来说，未尝不是一件妙事。 小芳，我真的喜欢这孩子，我也信得过你，拜托了。
老爷子，你是不是还忘不掉您夫人呢？宁愿以这元神之事，也要在世上多留一个。小凤，拜托了。星童，给老人家跪下。子仲爷爷，哎，起来起来！哎，哎呦！子仲爷爷，我呀，真的喜欢这孩子。我死了以后，就用我这点元神，再多做点事吧。居元清净，保境分离。子仲爷爷，对不起。你行啊，方大少爷，你可真够小气的。你宁愿让这老东西魂飞魄散了，你也不让给我，是不是？啊！封会长，小辈儿过招，咱们长辈就不要掺和了吧？这是过招吗？王弼这是要杀了青铜。封会长，你刚刚不是想问我王家怎么也会居延潜将吗？交给我们居延潜将的，正是你爷爷本人，封天阳。你干什么？你找死！选手已经倒地，这场比试已经结束了。小伙子若实在不过瘾，不妨跟贫道试试手。你狂什么？就是你们天师府的天师，也得给我太爷面子。风星童对王病，胜者王病。要去哪儿？那个糟老头子连自己孙子都管不住，我去替他管。站住！哎呀，封会长，我那孙子下手没轻没重的，早说让他收着打，没想到把封少爷伤成这样。沙燕，你出去一下。出去。留下也无妨。王老爷子，你应该告诉我，你们家的居延潜将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我说，是你爷爷教给我们家的。我知道你不信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
同为八奇迹的后人，那个张怀义，那个张楚岚，他们过的什么日子？被人追杀了一辈子，而你封家就可以风风光光的过日子，那是因为我爹当年保了你们封家。哎，当年你爷爷封天阳跟其他贼人失散以后，落到了我们王家手里。王老爷，求你，求你，只要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王老爷，王老爷，求你。这个封天阳倒是个让人意外的软骨头，一个劲儿的求我爹，只要放他一条生路，他什么都答应。只要你把居延遣将交给我们王家，我就会饶过你一条性命，而且我会用王家的能量保全你的全家。封天阳倒也痛快，不但把居延遣将交出来，还对天发誓，若有后代，绝不传他们完整的居延遣将。为了报答活命之恩，他还泄露了他知道的其他奇迹的名字。可惜啊，对其他八奇迹的神妙用处，他也不是完全了解。最终，其他掌门也同意放过封天阳，他们大概也猜到了我爹和封天阳的交易，所以也不好再向他索要居延遣将。大家都心知肚明啊。谁抓到，就是谁的。为什么我没听长辈们提起过此事？坐。这件事在当时可是艺人界的最高机密，所以你自然不知道。现在懂了吧？你现在的风光是你爷爷封天阳一个头一个头磕出来的，是靠出卖同伙的信息换来的，是我们王家保来的。怎么样，封大会长？你爷爷从来没有告诉你们他的这些光辉事迹吧？原来如此，原来我一直承蒙王家的恩情却不自知，狂妄到自以为能和前辈们平起平坐。风正好，你少来这套。说真的，老爷子我打心眼里看不起你。您老对我不悦是应该的，现在想到之前在前辈们面前的丑态，我就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这衣柜倒不是冲着前辈您，我这衣柜是感谢您的父亲留我封氏一脉的大恩。从此以后，我封正豪为你王矮老爷子马首是瞻，您有事，天下会替你办。你这是干什么嘛？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何必嘛，封会长，我刚才就是跟你叙叙往事。封会长，别想太多。哪里？你刚才敲打小子应该的。我今天来，就是给你把话说开。封会长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我非常欣慰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因为明早还有比赛，我这就告辞了。好，来，我送你。既然咱们两家这么有缘分，以后要多来往。应该的。行了，留步吧。老爷子，您慢走啊。
少爷，刚才的事情是不是很不理解？我跪不是因为我怕他们，而是当年甲申之乱的动荡可能会重现，跟这个秘密相比，我们这点恩怨不算什么，先忍一忍。